這可能是一期會讓你感到有點不舒服的內容，甚至可能會讓你想要立刻關掉視頻，因為沒有人願意承認自己被騙了。尤其是當你發現這場騙局已經持續了整整一生的時候，請你現在深呼吸一次，哪怕只有3秒鐘，然後問自己一個听起來很荒謬卻又無法回避的問題：如果你現在正在經歷的一切其實都是假的呢？我是說，如果你的人生其實是一場被人精心設計好的遊戲呢？我們所有人從出生那一刻起就被發了一張入場券，但是沒有人告訴我们遊戏規則到底是誰定的。這裡是意識覺醒，記得按讚、訂閱並打開小鈴鐺，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。你看看周圍那些忙忙碌碌的人，也許就在擁擠的地鐵車廂裡，也許是在寫字樓的玻璃幕牆後，大家都在拼命奔跑。所有人的臉上都寫着某種莫名的焦慮，好像背後有狼在追。我們好像都被上緊了發條的玩偶，只要停下來1秒鐘，就會感到巨大的恐慌。但是你有沒有想過，這種恐慌到底是從哪裡來的？這正是我想和你聊的第一個懸念。我們的恐懼其實是被制造出來的商品。這聽起來很像陰謀論，但請你回想一下你從小到大聽到的那些話。長輩們是不是總是告訴你，如果不努力讀書就會完蛋，如果不考上好學校，你就會變成社會的底層，被人看不起。如果你30歲還沒有買房，沒有結婚，那你的人生就是失敗的。這些話像不像是一道道寫好的程序代碼，被強制輸入到你的大腦裡？它們構建了你對這個世界的全部認知，讓你以為這就是唯一的真理。我們這一代人從小就被灌輸愛拼才會贏的信念，這當然是一種很棒的精神，也是我們前進的動力。但是，如果拼命的方向一開始就是錯的呢？如果那座我們要爬的山峰其實根本就不存在，只是海市蜃樓呢？這就是經濟學裡最殘酷的真相之一。現代社會的運轉其實建立在一個巨大的謊言之上，這個謊言就是匱乏。系統必須讓你感覺到你永遠都不夠好，你擁有的東西永遠都不夠多，你的存款永遠都不夠安全。只有這樣，你才會不停地去工作，不停地去出賣你的時間，你才會不停地去消費，去購買那些商家承諾能給你帶來幸福的商品。這就像是一隻在滾輪上狂奔的倉鼠，你跑得越快，滾輪轉得就越快，但是你其實哪裡也沒有去，你只是在原地消耗你的生命，去換取那些被標好了價格的所謂成功，以此來獲得短暫的安慰。說到這裡，你可能覺得我在否定努力的價值，當然不是。努力是這個世界上最美好的品格，但前提是這份努力必須是為了你自己，而不是為了去填補那個永遠填不滿的黑洞，那個由消費主義制造的黑洞。這就引出了我們要聊的第二個核心問題：你的慾望到底是你自己的，還是別人植入給你的？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斥着廣告和算法的時代，我們的注意力被無限收割。每當你打開手機，社交媒體就在告訴你什麼是完美的生活。它會讓你看到別人又去哪裡度假了，又換了什麼樣的新車。這時候，你的大腦會產生一種化學反應，但這並不是快樂，而是一種被剝奪的痛苦。你會覺得，為什麼別人過得那麼好，而我這麼慘？於是你開始焦慮，你開始想要賺更多的錢去證明自己。這就是現代社會最可怕的陷阱，它把你的自我價值和你的購買力綁在了一起。它讓你覺得只有擁有了昂貴的東西，你才是珍貴的。但這真的是事實嗎？如果你把身上所有的名牌都拿掉，如果你把名片上的头衔都擦掉，那個剩下的赤裸裸的你到底是誰？很多人一輩子都不敢面對這個問題，因為一旦面對了，就意味着遊戲穿幫了。這就像是電影裡的情節，所有的布景看起來都那麼真實，所有的配角都演得那麼賣力，只有你一個人被蒙在鼓裡，演得聲淚俱下。你為了一個虛構的劇本，犧牲了自己的健康，犧牲了自己的自由，甚至是為了所謂的面子，犧牲了和家人相處的時光。這難道不是一場巨大的騙局嗎？而且最諷刺的是，我們還是這場騙局的共謀者。我們不僅自己深陷其中，還會轉過頭去教育我們的下一代也要這樣活。我們會告訴孩子要聽話，要合群，千萬不要做那個特立獨行的人。因為在群體裡，
我們會獲得一種虛假的安全感，覺得大家都做的就是對的。但是在這個世界上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。那些真正活得通透的人，往往看起來有點格格不入。他們可能並不追求世俗眼裡的那種大富大貴，也不屑於那種虛假的繁榮。他們可能更在意這個周末是不是能去山裡走走，呼吸一口新鮮空氣，或者能不能安安靜靜地喝一杯好茶，讀一本好書。這種從容在充滿競爭的社會裡反而是最奢侈的。那麼問題來了，既然我們已經識破了這個遊戲的本質，我們該怎麼做才能逃離這場騙局呢？難道我們要拋棄一切，躲進深山老林嗎？當然不是，那樣做只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。真正的解脫並不是肉體的逃離，而是精神上的覺醒。你需要做的是從那個入戲太深的演員變成一個冷靜的觀察者。你要學會站在舞台的邊緣，看着自己表演，看着這個世界熙熙攘攘。當你下次在因為工作上的失誤而感到崩潰時，你可以試着跳出來。你可以對自己說：嘿，這只是一場戲而已。我的角色現在遇到了一點麻煩，但這並不代表我這個人就完蛋了。當你把自我和角色分離開來的時候，一種前所未有的自由感就會油然而生。你會發現，那些曾經讓你痛不欲生的事情，突然變得沒那麼重要了。你會發現，別人的評價再也傷不到你了，因為你知道，那只是他們在評價你的角色，而不是在評價真實的你。這就是所謂的難得糊塗。這種糊塗並不是真的傻，而是一種看透了真相之後的高級智慧。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裡，我們其實很有韌性。我們經歷過很多風風雨雨，我們知道什麼才是真正珍貴的東西，不是那些虛無縹緲的宏大敘事，而是此時此刻握在你手裡的小確幸，是你晚上回家時那一盞為你留着的燈，是你和老朋友聚會時那一陣毫無顧忌的大笑。這些瞬間才是生命中真實的黃金，而那些銀行賬戶裡的數字其實只是一串代碼。如果你能明白這一點，你就已經從那個巨大的滾輪上跳下來了。你依然可以去工作，去賺錢，去追求更好的生活，但你的心態已經完全變了。你不再是為了填補恐懼而奔跑，你是為了體驗生命而奔跑，你是為了創造價值而行動。你不再是那個被慾望抽打的奴隸，你變成了這個遊戲真正的玩家。你可以選擇什麼時候進場，你也可以選擇什麼時候退場。你可以選擇玩得認真一點，你也可以選擇玩得隨意一點，因為你知道，無論輸贏，結果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體驗了這個過程。這就是為什麼我說人生是一場騙局，但這並不意味着人生沒有意義。恰恰相反，正因為它是假的，所以你才更應該玩得開心。正因為它是一場夢，你才更應該大膽地去造夢。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看得那麼嚴肅，不要總是緊皺着眉頭過日子。試着對這個荒誕的世界眨一眨眼睛，試着對那些看起來過不去的坎兒做個鬼臉。你會發現，當你開始在這個遊戲裡撒野的時候，世界反而會對你變得溫柔起來，因為你不再是一個緊繃的對抗者，你變成了一股流動的水。沒有什麼東西能真正阻擋你，也沒有什麼東西能真正困住你。所以，親愛的朋友，從今天開始，試着換一種活法吧，不要再為了那些並不存在的觀眾表演了，把你人生的遙控器拿回到自己手裡，去聽聽你自己內心深處那個微小的聲音。它可能已經被噪音淹沒太久了，但它一直都在那裡等着你。它會告訴你，你真正想要的是什麼。也許只是一次沒有目的的旅行，也許只是學一門看起來毫無用處的手藝。去做吧，不要猶豫，因為在這個巨大的騙局裡，唯一真實的就是你當下的感受，唯一屬於你的就是你此時此刻的呼吸。如果你還能聽到這裡，說明你是一個勇敢的人，你沒有被真相嚇跑，反而激起了更大的好奇心。很好，這種好奇心就是你打破囚籠的鑰匙，是你重啟人生的密碼。剛才我們說了，人生是一場社會編織的騙局，但這個騙局之所以能運作，是因為有一個最核心的漏洞，那就是我們對自己價值的誤判。我們總覺得自己的價值是需要被證明的，是需要被別人蓋章認證的。這就是為什麼你會那麼在意別人的點讚，為什麼你會因為一句批評而難過半天，因為你的內心深處有一個巨大的空洞。
你在向外乞討認可，就像一個拿着金飯碗乞討的乞丐。明明你自己就是一個完整的宇宙，你卻在祈求別人給你一點微弱的光，這多可笑啊！你必須明白一件事，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價值，這不需要任何人批准。你不需要做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，你不需要成為億萬富翁，你光是呼吸，光是活着，光是能夠感知這個世界的冷暖，這就已經足夠偉大了。這本身就是宇宙的一個奇蹟，這不是心靈雞湯，這是生命的物理法則，是宇宙運行的真理。你看那一朵路邊的野花，它會因為沒人看它就不開嗎？它會因為隔壁的樹比它高就自卑嗎？不會的，它只是在盡情地綻放它自己，它在完成它生命的表達。它不在乎有沒有觀眾，也不在乎有沒有掌聲，這就是自然界的智慧。而人類作為自然界最高級的生物，卻把這份智慧弄丟了。我們發明了分數，我們發明了 KPI， 我們發明了排行榜，我們用這些冷冰冰的數據來衡量一個熱氣騰騰的生命。這不僅僅是愚蠢，這簡直是暴行，是對生命尊嚴的踐踏。你要學會把這些數據從你身上剝離下來，像剝掉一層層舊皮。如果你今年沒賺到錢，不代表你是個廢物；如果你30歲還沒結婚，不代表你沒人愛；如果你在大城市混不下去了，回老家，不代表你是逃兵。這些都只是人生的一種狀態，而不是人生的判決書。你要有勇氣去定義你自己的成功，哪怕這種定義和別人不一樣。也許你的成功就是把孩子健康快樂地養大，看着他們笑；也許你的成功就是種好一陽台的植物，看着他們發芽；也許你的成功就是每天能睡個好覺，不做噩夢。這些成功在世俗眼裡可能一文不值，但在生命的維度裡，他們價值連城，因為他們滋養的是你的心，而不是你的虛榮。這就引出了下一個關鍵點：如何在這個充滿騙局的世界裡，通過作弊來獲得幸福。是的，你沒聽錯，既然規則是假的，那我們就可以合法的作弊。怎麼作弊呢？就是利用規則，但不被規則束縛。比如關於金錢，你知道金錢是騙局，是印鈔機印出來的紙，但這不代表你要仇視錢，相反，你要更聰明地利用它。你要把錢看作是一種能量的交換工具，而不是人生的目的。你去賺錢是為了換取自由，而不是為了換取更多的枷鎖。當你買東西的時候，你要問自己，我是真的需要這個東西嗎？還是為了填補內心的空虛？還是為了讓別人羨慕我？如果是前者，那就買；如果是後者，那就停。這一個小小的覺察，就能讓你省下大筆的冤枉錢，也能讓你從消費主義的泥潭裡拔出腿來，一身輕鬆。再比如關於工作，你知道公司畫的大餅是假的，老闆承諾的未來可能永遠不會兌現，但這不代表你要混日子。你要把工作當成你的修煉場，當成你的付費商學院。你在利用公司的資源來提升你的技能，利用公司的平台來積累你的人脈。你是為了你自己的成長在工作，而不是為了老闆的豪車在工作。當你抱着這種心態去上班，你就不會覺得累，你會覺得每天都在賺，因為你是為你自己幹的。你是在借假修真，這就是一種高級的作弊技巧。你在陪他們演戲，但你拿走的是真實的經驗。等到時機成熟，你隨時可以轉身離開，去創造屬於你自己的遊戲。還有關於人際關係，你知道很多人際交往都是逢場作戲，但這不代表你要變得冷漠，相反，你應該更加真誠，因為你看透了大家都在偽裝，你能看到他們面具背後的脆弱。你會對他們產生一種慈悲心，你會明白那個愛吹牛的人其實很自卑，那個愛抱怨的人其實很無助。你不會再被他們的負面情緒影響，你就像水一樣，利萬物而不爭，但又能穿透最堅硬的岩石。這才是真正的強者，不是那個在舞台上大聲嘶吼的人，而是那個在台下靜靜微笑的人，那個看穿了一切卻依然熱愛的人。說到這裡，我想和你分享一個關於選擇的故事。想象一下，你走進了一家自助餐廳，那裡有幾百種食物。有人告訴你必須要吃龍蝦才划算，有人告訴你必須要吃牛排才回本。於是大家都在搶龍蝦、搶牛排，吃得撐得要死，吃得消化不良，而你只是想喝一碗熱粥，配一碟小菜。這時候你會因為沒去搶龍蝦而覺得自己虧了嗎？
當然不會。在這個人生自助餐廳裡，大多數人都在搶那些標價最貴的菜，卻忘了問自己的胃到底想吃什麼，忘了自己真正舒服的是什麼。而覺醒的人敢於端起那碗粥，慢慢的喝，細細的品，因為他知道只有吃進去讓自己舒服的才是真正的賺到。這就是我們要講的選擇的藝術。懂得拒絕比懂得爭取更重要。拒絕那些不屬於你的熱鬧，拒絕那些讓你感到疲憊的無效社交，拒絕那些讓你產生焦慮的垃圾信息。你會發現你的世界突然變得清靜了，你的時間突然變多了，你的精力突然變好了。這就是所謂的少即是多。這是一種極簡主義的生活哲學，但它不僅僅是扔掉幾件衣服那麼簡單，它是扔掉你大腦裡的垃圾，扔掉那些別人塞給你的觀念垃圾，清理出屬於你自己的空間。當你把這些垃圾清理乾淨之後，你會發現原來快樂是如此簡單，它不需要你去遠方尋找，它就藏在你的一呼一吸之間，它就藏在早晨的一縷陽光裡，藏在午後的一杯咖啡裡，藏在愛人的一句叮嚀裡。這些被我們忽略的日常，其實才是生命的奇蹟。我們總是在尋找奇蹟，卻忘了活着本身就是最大的奇蹟。你的心臟每天跳動10萬次，不需要你發號施令；你的細胞每時每刻都在更新，不需要你操心。這難道不值得驚嘆嗎？這難道不值得感激嗎？當你開始對生命充滿敬畏和感激的時候，你就徹底走出了那個騙局。因為騙局是建立在匱乏和恐懼之上的，而感激是建立在豐盛和愛之上的。當你充滿感激的時候，恐懼就無法存在，焦慮就無法立足。你會發現你的運氣開始變好了，你會發現你遇到的人都變友善了。這其實不是玄學，這是吸引力法則。因為你的頻率變了，你從一個匱乏的頻率切換到了一個豐盛的頻率。世界只是你內心的一面鏡子，你笑，他就對你笑；你哭，他就對你哭。所以朋友，別再對着鏡子生氣了，別再抱怨這個世界不公平了，調整你的心態，改變你的視角。這場關於人生的討論到這裡就要接近尾聲了，但我希望這只是你思考的開始，而不是結束。這篇內容可能像一顆石子，扔進了你平靜的心湖裡，激起了一些漣漪。也許你會感到不安，也許你會感到興奮，這都是好兆頭，說明你開始醒了，說明你的靈魂開始鬆動了。不要急着去尋找標準答案，因為人生本來就沒有標準答案。你的路只能你自己走，你的劇本只能你自己寫。你可以把這一路當成是去西天取經，雖然有9981難，但每一難都是為了成就你，都是為了讓你變得更強。你也可以把這一路當成是一場郊遊，雖然偶爾會遇到風雨，但風雨之後會有彩虹，會有更美的風景。怎麼解讀，全在於你，主動權從來都在你手裡。最後，我想送你一句話，把它裝進你的口袋裡。當你下次感到迷茫，感到痛苦，感到被這個世界欺負的時候，拿出來讀一讀。這句話是：這一切都是假的，但我對此真的很高興，因為是假的，所以我不怕失去，因為本來就一無所有。因為是假的，所以我敢於嘗試，因為失敗了也沒關係，因為是假的，所以我可以隨時清零重來，就像重啟一場遊戲。帶着這份輕盈，帶着這份頑皮，去擁抱你那個獨一無二的人生吧。去犯錯，去跌倒，去大笑，去愛，去恨，去體驗這淋漓盡致的一切。既然來了，就別想活着回去。既然是騙局，那就讓我們做一個最快樂的受騙者，或者做一個最清醒的玩家。這選擇權現在交回給你了。祝你玩得開心，我的朋友，我們下個路口見。